我是家生子，从我娘那辈起，命就是府里的。我懂事起就在大少爷院里了。夫人当初把我分过来的时候，话说的好听是伺候大少爷起居，可这府里上下谁不明白？我们这种自小放在少爷身边的，就是背着的暖床婢。莲华，你就没想过以后吗？以后不就是好好伺候少爷吗？伺候？怎么伺候？开了脸，做个姨娘，生个孩子，孩子还是主子，自己一辈子是个半奴半主的妾，有什么不好？这日子外头多少正经娘子想过都过不上。不好，一点儿也不好！我才不要和人争抢一个男人，我不要我的孩子叫我姨娘，我要出去，哪怕嫁个庄稼汉，吃糠咽菜，我也是正头夫妻。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妻，我的孩子叫我娘，那才是自由自在的日子。自由？你又从哪里听来的这些怪词？咱们的命是府里给的，本分就是伺候主子，主子给什么，咱们就受着什么。想那么多干嘛？你真是榆木脑袋，人活着就不能有点自己的念想吗？念想多了，苦的是自己。我觉得现在挺好。少爷大了，房里该放人了。你们俩都是夫人精心挑出来的，懂规矩，知底细。谁先来伺候少爷，夫人心里自有计较，都警醒着点儿。莲华，你帮帮我，我不想去，我不想。这是主子恩典，由得我们想不想。你去，你一向安分，你觉得这样好？你去跟夫人说我笨手笨脚，不如你伺候的周到，这样说不定以后你就是姨太太了，好不好？我不懂碧华的抗拒，我只知道这是很多丫鬟求都求不来的路。少爷，喝口热茶暖暖身子。外面那个躲在柱子后面的是碧华。回少爷，碧华这几日身上有些不爽利，怕过了病气给少爷，所以不敢进前。哼。那几天，碧华变着法的躲懒，干活也常出岔子。莲华，今晚你去少爷房里上夜，机灵点儿。是，奴婢遵命。看着床榻上他的身影，我心里有点茫然。
但更多的是踏实。这条路，我走通了。自那夜后，我的身份就不同了。莲华姐姐早，姐姐这身上穿的料子真是极好的，可是从少爷那儿新得的赏赐。我的好姐姐，你如今的身子骨怎么还能做这些粗活？这盆水还是让妹妹我帮你端进去吧。不用了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伺候少爷洗漱的事，我既然做惯了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这自从那夜之后，莲华姐身价真是大不一样了。可不是嘛，莲华姐是少爷正儿八经的第一个女人，等将来少奶奶过了门，抬举个姨娘的名分，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而碧华被嬷嬷做主，调去了外屋做最苦最累的粗活，让她尽量避着少爷。这几日你伺候的还算尽心，辛苦你了。奴婢本分罢了，不敢当少爷夸奖。母亲那边我已经说过了，等少夫人进门安顿好了，就正式给你姨娘的名分。你先搬到听兰院去住着，那里清静，离主院也近，方便你日后走动。谢少爷天大的恩典，奴婢定当尽心竭力，安分守己，好好伺候少爷和未来的少夫人。起来吧，下去收拾东西，明日就搬过去。庭兰院虽小，却是个正经独立的院落，不再是挤在10几个人一间的下人房里。我在这吃人的府里，终于算是有了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壳，我的命总算是熬出头了。恭喜你了，莲华，这里真好，也算是如你的意了。你也快了，嬷嬷不是正在给你说人家？嬷嬷说她家小儿子到了年纪，看着我是个稳妥的，那不是挺好？嬷嬷是夫人身边的老人，你嫁过去就是正经的媳妇，不用为奴为婢了。你不是就想做正头娘子吗？是啊，正头娘子，我求来的。莲华，我们以后大概是不一样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有些落寞。我有了我安身立命的归宿，他有了他心心念念的正头娘子，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不是吗？只是这代价，我们谁也说不清。从今晚起，少爷娶了正妻，这府里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。这边，喜字赶紧贴到西厢房去。慢点，别把灯笼碰坏了。
奴婢莲华给少夫人请安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早就听过你了，以后安心伺候少爷，谨守本分就好。把东西拿上来。这套头面赏你了，往后都是一家人，不必拘束。谢少夫人赏。下去吧。好贵重的东西，少夫人看起来确实是个大方宽和的人。只要我安分守己，日子总能过下去的。莲姨娘大喜呀！这是喜脉，错不了，已经快2个月了。张妈妈，你确定吗？老奴瞧了几10年的喜脉，绝不会错。您就安心养着吧，这可是天大的福气。多谢妈妈，还请妈妈先不要声张。老奴省得，老奴省得。有了孩子，我在这府里的后半生就算有了依靠了，得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少爷。姨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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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主院那边传出消息，少夫人诊出喜脉了，夫人高兴的赏了全府上下3个月月钱呢。少夫人也有了。恭喜少爷！免礼免礼，今日府里大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少爷，奴婢也有一件喜事要禀报。哦，你有什么喜事？刚才请张婆子来看过，奴婢也有了身孕。哈哈，好，双喜临门，这是大好事儿。你好好养着，需要什么补品，直接跟少夫人说，或者来回我。是，多谢少爷。双喜临门，好啊！他是高兴的，但这高兴是不一样的。不过这也没什么，本就是该这样的。姨娘用力呀，已经看到头了，深吸气。恭喜姨娘，是个姐儿，长得挺俊俏的。是个女儿，女儿也好，女儿安稳。罢了，你刚生产完，好好躺着。喜三的赏赐我已经吩咐人送来了，是个姐儿，就叫袁姐儿吧。你好好休息。谢少爷赐名。袁姐儿，娘只有你了，我们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。都说少夫人命好，一举得男，地位更稳了。少爷天天守在主院，宝贝的跟什么似的。那是正经的嫡长子，自然金贵。对了，莲华姐，你还记得碧华吗？记得，她不是死活不肯做妾，嫁了门本管事嬷嬷的小儿子吗？
他过得怎么样了？真是世事难料啊。莲华，你就没想过以后吗？我才不要和人争抢一个男人！我不要我的孩子叫我姨娘！我们以后大概是不一样了。妾身携元姐儿，给夫人请安，给少夫人请安。模样倒是周正，好生养着吧。谢夫人恩典。姨娘，这是夫人赏姐儿的。妾身代元姐儿叩谢夫人厚赏。莲姨娘，快起来吧，地上凉。这孩子看着就乖巧，平日里吃奶怎么样？夜里闹不闹人？回少夫人的话，姐儿很乖，夜里极少听哭，吃奶也香甜。那就好。小孩子肌肤娇嫩，这匹细棉布最是柔软，拿回去给姐儿做几身贴身的小衣裳吧。少夫人慈爱，妾身感激不尽。几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，院子里的花开了又谢，日子仿佛又回到了之前的轨道。少爷依旧大多宿主院少夫人那里，偶尔来我这里坐坐。少夫人主持中服，对我依旧客气大方。莲姨娘安。去忙吧。府里的人都叫我莲姨娘，我渐渐也习惯了这个称呼。在这高墙深院里，只要我不争不抢，安分守己，这就是最好的护身符。只要我的元姐儿能平安长大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求。这2日外头的气氛怎么如此凝重？姨娘不知道，听说前头老爷在朝堂上卷入了什么麻烦，大发雷霆呢。少爷这几日眉头都拧成结了，前院的人连走路都踮着脚尖儿。主子们的事儿，咱们下人少议论，看好元姐儿，别让她哭闹冲撞了贵人。是。少爷来了。少爷，可是前头有什么事？一点公务上的麻烦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妾是不懂朝堂大事，但妾知道少爷定能处理好的。少爷累了，歇歇吧。莲华，你总是这样安安静静的。妾本分微贱，只愿少爷在这后宅能有个舒心清静的地方。少夫人她最近身体有些不爽利，家里的事儿你多留心些。元姐儿这边，让奶娘和丫鬟多费心。你有空去母亲那边和少夫人那边多走动走动，陪他们说说话也好。少夫人身体不爽利，我白日去请安时
并没看出什么。难道府里的风波和后院有关？是，妾明白了。妾会常去给夫人和少奶奶请安解愤的。少夫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舅老爷那边又派人来催了，说是急需。闭嘴！那是一笔多大的银子？我哪里还有银子给他填那个无底洞？可是舅老爷说，若是这银子不到位，只怕……舅老爷急需银子。妾身莲华来给少夫人请安。莲姨娘来了，快请进。莲姨娘近日倒是常来，可是庭兰院太冷清了。少夫人说笑了，是元姐儿还小，妾愚笨，怕照顾不周，想来多听听夫人和您的教诲。妾想学着以后该如何理事，如何带好孩子，不给府里添乱。你有这份心是好的，坐吧。喂，你听说了吗？前头老爷的事儿，好像和柳家舅老爷扯上关系了。真的假的？那不是牵连到咱们少夫人了？小声点，你不要命啦？谁知道呢？不过听说少爷最近压力很大，朝廷那边逼得紧，说是要严查呢。这要是真的查下来，咱们鄱阳公府会不会被抄家啊？果然，少爷让我多走动，根本不是让我解闷。别胡说八道，若是被管事的听见，扒了你的皮！我就是害怕嘛。原来如此，老爷的麻烦是少夫人的娘家惹出来的，我该怎么办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是……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如果鄱阳公府真的倒了，我一个贱妾又能如何苟活？柳氏是正妻，大不了回娘家。我呢？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能靠少爷。近日去母亲和少夫人那儿，可听到什么趣事没有？把姐儿抱到东次间去睡，你们都退下。把姐儿抱到东次间去睡，你们都退下。没有吩咐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卧房半步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少爷，妾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妾近日去少夫人那里请安，偶尔听到少夫人和嬷嬷提及舅老爷，似乎急需一笔很大的银子。妾愚钝，听不懂具体，只是觉得少夫人似乎有些忧心忡忡。还有，昨日在花园，妾不小心听到两个小丫头嘀咕，说前头老爷的事可能和柳家舅老爷有关。妾多嘴妄言，罪该万死，请少爷责罚。果然如此，吃里扒外的蠢货！莲华，你立了大功，这件事对任何人都不许再提起，包括母亲那边，明白吗？妾明白，妾今晚什么都没说。夫君，你这是……你干的好事！你那个好舅舅，贪墨合公款，勾结上官，如今已经被革职拿办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还敢狡辩？夫君，
君，那是我亲舅舅啊！夫君，你们柳家挖空了心思吸我鄱阳公府的血，还想拉着全族给你们陪葬。从今日起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你踏出这院门半步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前几日你在昭儿面前说的话，我都知道了。你再细细说一遍，当时究竟听到了些什么？回夫人的话，妾身那日去给少爷监察，无意间听见前院2个管事在墙根底下抱怨，他们说近几个月府里的流水账目总是不对。妾身只是个后宅妇人，不懂外头的大事，害怕极了，思来想去，才大着胆子去告诉了少爷。好孩子，委屈你担惊受怕了，快起来，坐到我跟前来。你是个心里有数的，这次多亏了你机警。昭儿媳妇她，娘家出了这等烂事，她怕牵连府里，之前怕是瞒着昭儿，偷偷拿府中的银子布借了柳家不少。妾身不敢妄议少夫人，妾身只是尽了伺候少爷的本分。你放心，你的好，我和昭儿都记着。少夫人到。母亲万安，儿媳病体初愈，特来给母亲请安。既然身子不好，就在院子里多养养，何必出来吹风？儿媳在屋里闷得慌。听说莲姨娘最近伺候少爷尽心，连母亲都夸赞，儿媳心里也高兴。莲姨娘，这段日子辛苦你了，这镯子就赏给你了，也算是我这做正事的谢你替我分忧。多谢少夫人赏赐，伺候少爷是妾身的本分，万不敢当少夫人的谢。少爷，您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柳家那个舅老爷确实贪没了修河堤的款项，若不是你那日偶然听见提醒了我，只怕公府这次也要被连累进去。少爷洪福齐天，自有祖宗保佑，妾身不过是凑巧罢了。你到底是真的偶然听见，还是刻意去打听的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这双眼睛知道往哪里看，你这张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。妾身的眼里只能看到少爷，嘴里只能说对少爷有利的话。少夫人最近病了，你就在自己院子里安心养着，不必去触眉头。妾身明白。袁姐儿，来，走到宜阳这里来，慢点儿，别摔着。姨娘，姨娘，刚才前院传来好消息，老爷在朝堂上应对柳家那桩贪墨案处置得极其妥当，皇上龙颜大悦，还当众褒奖了老爷呢。那少爷呢？少爷也得了皇上的青睐，越发受重用了。现在前院正张罗着赏赐下人呢。府里的风波总算是平息了。我只是一个妾，一个奴婢出身的姨娘，只要能护着你平安长大，做一辈子的姨娘又有什么不好？转眼这俩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昭儿媳妇的身子调养的也差不多了，但咱们公府到底子嗣单薄，我琢磨着
还是该再给昭儿纳一房妾室，多开枝散叶才好。夫人考虑的是，为公府开枝散叶本就是头等大事。你是个懂事的，放心，就算新人进门，你伺候昭儿早，又生了元姐儿，在府里的地位总是不同的。一切但凭夫人和少爷做主。少夫人到。母亲和莲姨娘都在呢，刚好儿媳有件事想求母亲恩典。母亲，前2日我娘家母亲来信了。哦，亲家夫人近来身体可好啊？母亲身体尚好，只是信中提起我有一个远房表妹，家里是清流读书人出身。那丫头性子柔顺，知书达理，年纪也刚刚好。儿媳想着府里正缺人伺候少爷，您看。亲家夫人倒是有心了，不过纳妾的事也不急在一时，总要看昭儿自己的意思。更何况咱们这样的人家，纳妾不图家世多显赫，最要紧的是找个真正安分守己、知根知底的，哼，免得那些胳膊肘往外拐的进了门。母亲教训的是媳妇考虑不周了。莲姨娘近日倒是常得母亲欢心，是夫人慈爱，不嫌弃妾愚笨。哼，莲姨娘，你还记得碧华吗？真是可惜了。是她没福气。是啊，所以有时候啊，人争不过命，安守本分才是福气。莲姨娘，你说是不是？少夫人教训的是，妾身一直记得自己的本分。那就好。记住你今天的话。母亲前几日似乎提过纳妾的事。是，夫人是提过一句，说府里子嗣单薄。你怎么想？妾能有什么想法？一切自然由夫人、少爷和少夫人做主。无论哪位妹妹进来，妾都会恪守本分，和睦相处。母亲似乎属意你，多帮衬着管家。夫人慈爱，偶尔让妾在旁边学着些，是妾的福气。妾愚笨，只怕学不好，辜负了夫人期望。姨娘，正院那边传话说少夫人突然病了，病势来得凶猛，说是心口疼起不了床，连太医都请了。病了，少夫人病了。夫人忙着照顾明哥，管家的事更多的落到了我身上。莲姨娘，这是这个月各院的开销账目，您过目。这燕窝的钱怎么比往常多了3成？回姨娘，这近日天热，少夫人病着，身子虚，燕窝用的费了些。我问过厨房，燕窝的用量分明没有增加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奴才告退。近日天热，少夫人病着，胃口不好，燕窝用的费了些，采买上的支出也就跟着多了。少夫人病着，胃口不好，燕窝用的费了些，采买上的支出也就跟着多了。好一个胃口不好，好一个用的费了些。夫人饶命啊！奴才再也不敢了。夫人开恩，夫人开恩啊！夫人饶命啊！夫人饶命啊！偷懒耍滑，中饱私囊，我们鄱阳公府容不下这种手脚不干净的奴才。
管事打发去庄子上，丫鬟直接撵出府去。有些人啊，总不明白。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在这府里啊，小聪明是靠不住的，忠心比什么都重要。妾身明白，妾的命是府里给的，自当本分做人。祸事了！祸事啊！老爷、少爷，祸事了！天大的祸事！慌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朝堂上有人上书弹劾，翻出了当年柳家舅老爷探墨的旧案，折子里暗指我们鄱阳公府从中得了好处，纵容包庇，皇上震怒。柳家，又是柳家！圣旨下了，勒令老爷即刻回府思过，少爷的差事也停了，配合查案。父亲，快传大意！少爷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快歇歇。莲华，妾在。若是府里这次真的过不去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少爷这是什么话？妾和渊姐儿生死都是府里的人，真有那一天，妾跟着少爷和夫人，就算去流放，去吃糠咽菜，也绝无二心。起来吧，我只是随口一说。这府里，如今我能信的人不多了。少夫人那边，你今日多留一些。少爷的意思是？他母亲前日偷偷来过一趟，我总觉得不太安心。妾明白了，请少爷放心，妾会留心的。这信一定要亲手交给我父亲，告诉他，鄱阳公府怕是保不住了，让他千万想办法在皇上面前撇清干系。姑娘放心，老奴就是拼了老命，也一定送到。少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嬷嬷犯了什么错，竟让您动用私刑？我做什么？你自己看看这信里写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鄱阳公府还没倒，你就急着给你娘家传递消息，想撇清关系，是不是要把府里最后一点底细都掏给你那好母亲？我李家哪里对不起你？你竟要做出这等吃里扒外的事！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啊！娘，夫人。少爷，喝口热汤吧，别熬坏了身子。今日若不是你机警，那封信一旦落入柳家人手里，鄱阳公府怕是真的要万劫不复了。妾身是李家的人，自然事事以李家为重。我已经下令将柳氏彻底禁足在正院，他那个心腹嬷嬷，我已经让人打了板子赶了出去。
他陪嫁来的那些人也全部关进柴房严加审问，只是我娘经此一遭，气急攻生病倒了。府里的中费就交由你来处理吧。这管家的对牌你拿着，一切开支用度能省则省。妾身定当肝脑涂地，绝不辜负少爷的信任。莲姨娘，如今你称心如意了。少夫人说笑了，妾从未想过要称什么心，如什么意。妾只是尽自己的本分。本分，好一个本分！你一个贱婢出身的妾室，夺了我的权，占了我的丈夫。若不是妾偶然发现那封密信已经送到了柳夫人手上，少夫人，您当时可曾想过，那封密信若被查获，会坐实老爷和少爷的罪名？我只是想自保，您可曾想，整个鄱阳公府上下几百口人会是什么下场？您可曾想过，您的亲生儿子明哥，即使被柳家保全，顶着罪臣之后的身份，将来又该如何自处？他一辈子都要背负着乱臣贼子的骂名。这些你可曾想过？别说了！妾只是个姨娘，不懂什么大道理。妾只知道，既然嫁进了李家，生死荣辱就都和李家绑在了一起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背后插刀的事做了，晚上真的能睡得安稳吗？莲姨娘，这是本月的账目。老爷制书后，少爷承袭了爵位，成了新的鄱阳公，而我依然是莲姨娘。公爷没有再纳妾，我也顺理成章地掌控着这偌大公府的一切。柳氏空有正室之名，却常年礼佛，不问世事。连他亲生的明哥见了我，也要客气地唤一声莲姨娘。姨娘，你看，慢些跑，小心门槛绊着。规矩都学到哪里去了？姨娘，先生今日教了我书法，你看我写的好不好？安分守己。姨娘，先生说这是做人的本分，可是哥哥们写的都是修身齐家，为什么偏偏我要写这4个字？因为你是女孩，这世间对男儿和女儿的本就不同。这4个字不是为了束缚你，而是先生能教给你的最好的护身符。那我写的端正吗？好，写得真好，我的袁姐儿最聪明了。公爷回来了。昭儿下朝了，今日怎么脸色不大好？母亲安好，朝中琐事繁多，有些乏了。父亲，袁姐儿今日可听话？先生教的功课温习了吗？都温习了，先生还夸我聪慧，过目不忘呢。父亲若是不信，现在就可以考教我。哦，等父亲忙完公务，定要好好考考你。莲华，你随我来一趟书房。是公爷。等父亲忙完公务，定要好好考考你。莲华，你随我来一趟书房。是公爷。公爷请用茶。父亲当年那件事虽已过去，终究是个隐患。今日朝会上又有人旧事重提，虽然言辞闪烁，未直接指向我鄱阳公府，但那敲山震虎之意已甚是明显。公爷的意思是，有人想借着旧案针对咱们府上。树大招风啊！如今府里须得更加谨言慎行，尤其是内宅，绝不能出半点差错，授人以柄。
若是这个时候内院起火，被人揪住错处，那可是要连累整个公府的性命。妾明白，公爷放心，妾定会更加严格约束下人，绝不让半点流言蜚语传出府去。你办事我向来是放心的，这阵子辛苦你了。袁姐儿近来如何？回公爷，姐儿很懂事，她性子活泼，但也知书达理。女先父常夸她聪慧，悟性极高。她是府里的大小姐，也是我第一个女儿，规矩礼数上绝不能有丝毫怠慢。将来她的亲事也是府里的脸面。公爷终究还是提起了，袁姐儿是庶出，纵然公爷再疼爱她，在这个重嫡庶讲门第的世道，高门大户看不上，低价又折了公府的颜面。内宅不宁，或是自身行差踏错，将来都会影响他的前程。我不想他步了别人的后尘。公爷放心，妾一定好好教导袁姐儿，让她知书达理，谨言慎行，绝不辱没鄱阳公府的门风。步子要稳，腰背要直，大家挥袖，行步摆裙，笑不露齿。姨娘，为什么我要学这么多规矩，连走路都要受罚？明哥哥他们都不用学这些，他们可以在院子里骑马射箭。因为你将来是要嫁人的，学好了这些，到了婆家才不会被人看轻，才能过得舒心些。嬷嬷，我重新走。情况怎么样了？宫里刚刚传出的准信，圣上要大选秀女了。范围可定了？定了。王公勋贵3品以上大员之家，年纪13至17岁的嫡女。可是平郡王家的嫡女昨夜突发疾病，连夜请了太医，确认是染了恶疾，无法参选了。她病了便病了，与咱们鄱阳公府有何干系？这空出了一个名额，不知是哪位大人在圣上面前提了一嘴，说咱们鄱阳公府虽无适龄嫡女，但听闻有一位庶出的小姐，品貌出众，可勉强顶上。这终究是个机会，若是袁姐儿能有造化，被留在宫中，或是指给哪位皇子，于她自身，于咱们公府，都是极大的荣耀和助力。母亲，公爷，臣妾恳求母亲和公爷，万万不能让袁姐儿去参选啊！袁姐儿她就快13了，她性子温和，她应付不来的。送她去，就是送她会死啊！妾正在为她相看人家，虽不是大富大贵，但求个安稳顺配。求公爷看在妾多年伺候的份上，放过袁姐儿。袁姐儿不过是个低贱的庶出，把她送去参选，岂不是让满京城的权贵笑话咱们鄱阳公府无人？再说，她若真在宫里犯了错，那连累的可是整个鄱阳公府啊！再说，她若真在宫里犯了错，那连累的可是整个鄱阳公府啊！昭儿媳妇最后这句话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。袁姐儿毕竟年纪小，性子不够沉稳，又是庶出，根基太浅，万一真被人当了枪使，给公府惹来大祸，反倒得不偿失。你先起来。母亲说的是，袁姐儿确实不适合。明日我便以小女庶出，年纪尚幼，资质愚钝，恐辱没天家为由，把这事婉拒了吧。谢谢公爷，谢谢母亲，谢谢夫人。莲华，袁姐儿的事你别太着急，等我忙完这阵子，就慢慢替她相看。公爷日理万机，妾怎敢让这些内宅琐事烦扰公爷？其实，妾最近托人打听了一个人选，想请公爷长长眼。哦，你一个内宅妇人，能找来什么人选？此人姓林，是个编修，祖籍江南，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殷实乡绅。这是他写的几篇文章。好文章，文辞清正平和，毫不浮夸，
可见其人心胸豁达，是个做实事的好苗子。只是他家境殷实，自己又是编修，可知他喜欢怎样的？妾打听过了，这位林边省为人最兴学问，不慕权贵。他一直未婚，就是想找个知书达理、能红袖添香的知音。袁姐儿虽不是什么名门才女，但自幼跟着公爷读书，性情温婉，未必不能入他的眼。若真如你所说，倒是一桩极其稳妥的良缘。下个月初1，大昭寺有法会，妾想请公爷出面，安排一场偶遇。若他亲眼见了袁姐儿的品性，定会倾心于袁姐儿。哈哈哈哈，你为了这丫头，真是把兵法都用上了。好，这件事交给我来安排。张。梨花院落融融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。笔触清丽，意境悠远。原来这世间真有此等富有诗书气自华的女子。多谢公爷鼎力成全。你筹谋得当，这丫头总算是有了一个好归宿。去了林家，切记要收敛性子，孝顺公婆，敬重夫婿，安分守己，莫要争强好胜。记下了吗？女儿都记下了。姨娘，您后悔过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当年选择了这条路，做了一辈子的妾，处处低人一头，连护着我都要这般如履薄冰。只要你明日跨出这个大门，堂堂正正的去做你的正室大娘子，姨娘这辈子受的委屈就全值了。我认了命，却也改了命。我的女儿终于要飞出这个金丝笼了。